从没有人像她这样在离世前的2个月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连开8场告别演唱会。2003年11月15日，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的最后一幕，聚光灯下，一个女人穿着一袭洁白的婚纱，头披长纱，独自一人缓缓走上了一段长长的阶梯。她的背影瘦小的仿佛随时都会被那件沉重的婚纱压垮。台下数万名观众早已哭成了一片泪海。这是一场婚礼，但没有新郎，这也是一场告别。因为当她走完这段阶梯，转过身对所有人笑着说出那句拜拜时，她的人生也即将走到终点。这个女人啊，就是香港的女儿梅艳芳。而这场她为自己举办的独身婚礼，也成了华语乐坛历史上最悲壮也最璀璨的一场绝唱。你可能会问，一个女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何要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世界告别？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明白，梅艳芳这一生都在扮演2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在舞台上，在朋友面前，她是王，是那个无所不能、义薄云天的江湖大姐大。在上世纪80、90年代那个黑道横行的香港，梅艳芳是少数几个连黑社会都要敬她3分的女人。她不仅自己惹不起，更重要的是，她还要罩着她所有的朋友。她的好友刘嘉玲遭遇恶意绑架和照片威胁，事业和人生都跌入谷底，人人避之不及。是梅艳芳第一个站出来，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并始终紧紧牵着刘嘉玲的手，对所有的镜头说：“我的朋友，我来护着。”新人郑秀文一出道就被媒体嘲笑是小梅艳芳，活在她的影子里。她没有打压，反而主动邀请郑秀文上自己的节目，手把手的教她台风，并公开对所有人说，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光彩，不用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她就像一个女侠，用自己天后的光环为所有在名利场中沉浮的姐妹撑起了一把最坚实的保护伞。她也是那个时代最大胆的叛逆者。当所有的女星都还在唱着爱来爱去的靡靡之音时，她已经穿上了宽大的西装，梳起了大背头，用低沉的嗓音唱着女人花，烈焰红唇，把女性的坚韧和飒爽写进了歌里。她是第一个敢在颁奖典礼上公开喊出女人也能撑起乐坛半边天的歌手，也是第一个敢在事业巅峰期成立个人工作室，自己做老板提携后辈的女性。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告诉那个时代的所有人，女人不必柔弱，不必依附，不必被定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外界活得像一支军队的女人，回到家里卸下铠甲，却成了那个最柔软、最渴望被爱，也伤得最深的小女孩。梅艳芳的母亲秦美金和她的哥哥梅启明可以说是趴在她身上吸了一辈子血的蚂蟥。4岁，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的怀里撒娇时，她已经被母亲推上了歌厅的舞台，和姐姐一起卖唱挣钱，来偿还母亲的赌债。稍有不从就是一顿毒打。成名后啊，她成了整个家庭的摇钱树，母亲和哥哥无休止地向她索要高额的生活费，并背着她在外面欠下巨额债务，每一次都要她出面收拾烂摊子。她就像一个繁盛美式的女儿，用自己一生的血汗去填补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2003年，40岁的梅艳芳被确诊为宫颈癌晚期。这个一生要强的女人没有选择躺在病床上了死残生，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她要回到她生命中唯一爱她也从未背叛过她的地方。舞台，她要在生命的最后为所有爱她的歌迷再唱一次。于是啊，就有了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一连8场的经典金曲演唱会。那根本不是一场演唱会，那是一场用生命作为燃料的告别仪式。当时的梅艳芳因为化疗早已掉光了头发，戴着假发，因为病痛身体不受控制，只能垫着尿片登台。身高1.68米的她瘦到只有43公斤，光是开场那身重达70斤的宫廷礼服就几乎要了她半条命。舞台下的化妆间里放了整整10台暖风机，工作人员都热得满头大汗，但她的身体却始终冰凉如铁。但只要一走上舞台，她就又变回了那个光芒万丈的百变天后。她强撑着，唱着，跳着，和每一位前来为她送行的嘉宾好友插科打诨。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谢霆锋，半个香港乐坛的巨星都来了。他们都默契地穿上了深色的衣服，把舞台上所有的光都留给了那个最灿烂的女人。45天后，梅艳芳与世长辞。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不，对她来说啊，最残忍的第2幕才刚刚开始。在她离世后，她的母亲秦美金因为不满足于梅艳芳在遗嘱中为她安排的足以安度晚年的每月7万的生活费，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遗产争夺战。她一次又一次地将女儿的信托基金告上法庭，在法庭上撒泼打滚，只为了能一次性拿到女儿的全部遗产。当所有的官司都以失败告终后，她做出了那件让全香港都为之发指的事情。她开始公开拍卖梅艳芳的遗物，那些梅艳芳生前最珍视的奖杯，那些她在演唱会上穿过的经典演出服，甚
甚至是他生前穿过的贴身内衣，都被他的亲生母亲明码标价的当成了商品公开叫卖。当记者质问他时，他毫无悔意的对着镜头说：“这些东西留着也没用，换成钱才最实在。”这就是梅艳芳的悲剧。她用一生去对抗世界的偏见，去温暖身边的朋友，去保护行业的后辈。她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却唯独没能照亮自己那个来自原生家庭的最黑暗的角落。但即便如此，她也从未抱怨过一句。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永远是那个穿着婚纱笑着说拜拜的最坚强也最潇洒的背影。